来吧，新玩具！今天我们来玩 NA 的这款铁皮。其实铁皮和救护车啊都是一个模具，也不存在谁冲突谁啊，只是一个先后的顺序问题。盒子的外包装依旧外边透明窗户可以看到里边的内容物。制品方面，一份线稿说明书。配件的内容其实这一回是要比救护车多一点的，这里会多一个臂炮，还有主要的飞行背包，这个救护车是没有的。人形方面的造型来说，我总觉得会比救护车好看一点，不知道为什么，也不知道它强在哪里，可能就是因为这个红色的底色吧。背后这里的这块黑色的面板，这个是当时铁皮后背确实是一个黑色的，所以它做了一个里外面的涂装不同，这一点做得很对。切换一下手臂的小配件，也是铁皮的那个机动枪，啾。当然，最主要的内容还是这一次铁皮会增加的飞行背包了。扣上去以后的效果，特效键可以给它插上去。这回特效键才是有用的嘛。不过这一块因为变形的转轴的关系，其实啊，特效键卡在这里边插的这个背包不是很稳，因为后边有很重嘛，松开以后就容易掉下去，变成斜了，是烧自己大腿。应该是放在这儿啊。我看了一下，是因为这个卡扣啊放在了这一块旋转的斜坡零件上边，所以卡上去会呈现这个效果。不过总比没有强嘛，救护车还没背包呢，是吧？总体来说吧，这一款的人形还是不错的，该有的可动，变形也很好玩。只是因为手臂的这个袖套过宽了，如果能把这一节折叠到小臂里边就好看了啊。这个宽度其实就差不多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始变形，因为上一次的救护车是一个车变人的正变啊，我们这一回铁皮正好来做个逆变吧。首先胳膊腾开，打开这一块的盖板，旋转180度，然后滑到这里推一下，推到底。另外一边也是打开，旋转180度，然后滑道推到底，备用。胸口的位置打开，注意这个小细节不要忘。玻璃的侧边旋转180度，露出来这个边缘，让车玻璃更宽一些。腋下这里的两块零件打开，这里边的卡扣翻出来，然后整体的拉起来，腰部往下扣。这里边也是有一个锁点的，腾开空间以后，脑袋旋转180度，我们把它放到里边，接着再盖回前方的面板，这里的角度调好，然后把保险杠立起来，手臂继续变形，往里边顺，放进来。注意这块小板子现在就放成这个角度就可以了，立好了，然后袖口旋转一下，放成这样的角度。好，背包整体的盖上来。腿部的变形，首先拧个180度腰部，然后把大腿转一下，让这个螺丝孔冲前，冲向你的面，变成这个样子。脚后跟双段关节折叠，打开小腿中间插合的卡扣，然后再延展开小腿内侧。这回可以把中间的锁点全部插在一起了。然后把车顶盖下来，放在这个位置备用。手臂后边的卡扣先连接，和车顶上边锁在一起，然后调整一下这个小盖板，刚刚好卡在裙甲边上面，让这个空间露出来，这样你的车型变完了以后就会很平整。然后车帮子这一块旋转过来，前方的保险杠卡扣插合，
这里锁玻璃，卡扣绷上，这一面翻过来，打开中间的这一块挡片，然后进行一个维度锁，先套下方，再套侧方。这个盖子我们顺势也盖下来，另一边一边，车门先套这个扣子，再结合这个扣子，方方正正、小小可爱的那种感觉。但是我们之前在救护车的那一集里边也说了，这个车型啊，其实我觉得做的不如 1.0 的那个好看，问题还是出在里外面的转换啊，它不能做的曲线弧度过大。如果说做成那种圆滚滚的面包车的话，有一些零件翻到背面来的时候就背不过来了。这就是说，这一款玩具也是保证了好玩的变形结构之下，取舍掉了车型，人形还可以吧，除了那个袖套稍微有点宽之外，其他的造型方面还不错。所以呀，这就是两个极端的表现。像最近我们拍的这些视频里边，比如说超摄的通天晓、FT 的爵士，这两款都是美观程度的代表作，人形和车型做的都非常的精彩，但是变形的过程大家也看到了，会非常的复杂，而且变形起来也不是那么很方便去操作。NA 的这些设计呢，其实大多数都是为了把玩的体验和流畅度，它的变形设计思路很巧妙。可惜就是在美型上边吧，因为照顾到变形，而且小比例的玩具很多地方没有涉及到面面俱到，导致了不管说人形也好，车型也好，肯定有它取舍的状态。终归来说啊，还是之前我说的那个，你究竟是看它的变形设计，还是看它的还原度与美型？这个也是很难取舍的一个点，也是现在争议最多的地方。所以终究呀，人类是无法互相理解的生物，站在自己的角度上边考虑的话，肯定会无法接受其他人的观点，尤其是在魔方和 NA 的视频评论区的下方，或者说弹幕里边吧。每次这两家的产品发布出来以后，肯定在下方各种各样的撕吧，都习惯了。直播又如何，弹幕里边也是在撕，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，各取所需就好。其实啊，说白了，魔方和 NA 这两家虽然都在做小比例线的记忆角色，虽然也有很多撞车的地方，但是他们的设计观念是不撞车的。NA 的设计概念其实就是为了服务于变形派，而魔方这边也恰恰是服务于金刚派的人。喜欢 NA 的玩家肯定会嫌弃魔方拆的零件碎了，包的片片多了，这里用了个杆子，怎么一个小玩具变形起来那么的复杂。喜欢魔方的玩家又会觉得这个形态不还原，那个形态不还原，这里有问题，那里有问题。其实就是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边说着对方的话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，选择自己合适的就好了。所以现在的圈子其实就是这个样子，尤其小比例圈子。翻回来话说啊，所谓尺有所长，寸有所短。每个设计师有擅长的地方，就有不擅长的地方，或者说他们对于玩具设计的理解走的是两条不同的方向。求同存异这4个字啊，可能在如今的小比例圈子范围之内啊，根本就无法实现。更或者说人们互相的撕吧，只是为了闲暇时光的打发时间，或者说是为了热闹吧，仅此而已啊。但我终究还是那个观点， NA 也好，魔方也好，铁工厂也好，以至于其他出的产品比较少的小比例也好，他们至少都在一起繁荣了目前的变形金刚小比例这一块的市场。而且你们真的想看到市面上只存在一家在做第三方小比例的吗？那个样子市场就崩掉了，你们就看不到这些形形色色的设计风格，也只能去买一家之言的定价方式。到那个时候没有竞争，产品设计不会进步，美型、做工、产品质量这些都不会提升，售价只会越来越高。所以我一直在说，小比例厂商之间互相的斗争，最终受益的将是玩家。现在魔方也推出了 2.0 风格的产品， NA 也在适时的将自己之前 1.0 的老角色进行一步一步的洗牌。为什么会这么做？就是因为竞争。当同一个角色在不同厂家的制作下出现了不同的产品的时候，玩家是选择的一方，
而不是说市面上边我就差这一个角色，没有厂家在出，好不容易一个厂家做出来了，哪怕这里那里有毛病，哪怕价格飘到天上去，我没有办法，没得选，我只能买它。大家更愿意看到哪种状态呢？可能一款重涂的玩具啊，今天闲扯的东西也有一点多。那么这一款 NA 的铁皮大概就是这样了。